婆家嫌我乡下来上不了台面，商务晚宴逼我陪外宾出洋相，我开口流利切换7国语言，满座客商起立鼓掌。第1章7国语言，撕碎你们顾家的体面。顾氏集团这场所谓的国际商务晚宴，选址在 A 市最顶层的云顶旋转餐厅，360度全玻璃幕墙，城市灯火像被踩碎的星星一样铺在脚下。顾家所有人都到齐了，公公顾建国穿着一身高定中山装，端着酒杯在法国考察团面前点头哈腰。婆婆赵淑芬挽着爱马仕，一身墨绿旗袍勒出她富太太的金贵。小姑子顾瑶穿了一条香槟色鱼尾礼服，脖子上那串钻石晃得人眼疼。而她苏念，顾家明媒正娶的少奶奶，此刻被塞在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里，站在宴会厅侧门边，手里还端着一只倒了一半的红酒托盘。你那个乡下媳妇，别杵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赵淑芬斜眼扫过来，涂着口红的嘴唇一张一合，像条吐信的蛇。今晚来的可是7国客商，你公公好不容易搭上的线，让他去后厨帮忙端盘子，别吓着客人。顾衍就站在母亲身边，西装革履，眉目英俊。3年前，他把我从乡下带回 A 市时，也穿过这么一身。那时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念念，从今天起，不会再有人看不起你。”现在，他连一个眼神都吝于给我。他正低头跟顾瑶说笑，语气温柔的像在哄一个孩子。瑶瑶，待会儿法国伯爵问起勃艮第的庄主，你记得用法语回，我已经把对方的背景资料都发你手机上了。哥，我法语才学了半年，万一说错怎么办？顾瑶嘟嘴。没事，有哥在。顾衍拍拍他的头。嫂子不是。顾瑶突然转过头来，指着我，脸上挂着明晃晃的恶毒。嫂子不是在乡下种过地吗？听说外国人都喜欢田园生活，要不让嫂子去给伯爵讲讲怎么种土豆，也算为咱家公司出一份力。赵淑芬扑哧笑出来，就她普通话都说不利索，还外语，别把人家伯爵笑死。顾衍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里没有半点温度，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漠然。他皱了皱眉，念念，你今天别乱说话，安静待着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端着托盘的手指收紧了一点，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。3年前我爱上的那个顾衍，到底死在了哪场雨里？7点整，晚宴正式开始。7国考察团鱼贯而入，法国那边领头的是一位银发伯爵，精神矍铄，眼神锐利。日本来的是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商社社长，目光内敛。德国是位身材高大的工业巨头，说话像在敲铁针。还有俄罗斯的能源大亨，西班牙的建筑女王，意大利的奢侈品教父，沙特的投资人。7个人往主桌一坐，整个顾氏高层都紧张得不敢喘气。公公顾建国亲自迎上去，用蹩脚的英语寒暄 Welcome, welcome, we are very honored。 法国伯爵微笑着打断他，说了一句法语，语速极快，带着浓重的巴黎腔。顾建国僵住了，他转头看向顾衍。顾衍脸色微变，低声对顾瑶说，伯爵问，今天晚上的勃艮第红酒是哪一年的？顾瑶嘴唇颤抖，是1998年的。法国伯爵挑了挑眉，又说了2句。顾瑶彻底傻了，额头冒汗，手指绞着桌布。赵淑芬在下面狠狠掐了他一把，
你倒是说啊！顾瑶都快哭出来了。妈，他说的是什么啊？我听不懂。满桌客商面面相觑，气氛一度尴尬到冰点。顾建国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顾眼攥着酒杯的指节咯咯作响。就在这时，赵淑芬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猛地扯过我，把我往法国伯爵面前一推，脸上堆着假笑，声音却从牙缝里挤出来：“念念，去给伯爵敬杯酒，你也就这点用处了，好好表现。”他以为我会出丑，他以为一个从乡下来的女人，面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，只会瑟瑟发抖，舌头打结。顾瑶也缓过神来，跟着冷笑：“对，嫂子，快去啊！你不是会唱山歌吗？给人家来一段。”顾燕没有阻止，他甚至往旁边让了让，仿佛我是他鞋底沾着的一块烂泥。我低下头，慢条斯理地把托盘放在服务生手里，然后抬起头，挺直了脊背，朝主桌走去。灯光打在我洗得发白的衬衫上，那是我从乡下带来的唯一一件体面衣服，可这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比这满厅的珠光宝气更亮。我走到法国伯爵面前，拿起一只空酒杯，倒了半杯酒，然后笑着开口：“伯爵先生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您提到的这款勃艮第，并非1998年，而是罗曼尼康帝酒庄2005年的特级年份，它的香气极为细腻，带着白松露和紫罗兰的气息，这是一款王者之酒，但绝不该向一群无知者低头。”法语流利优雅，连法国贵族都挑不出半点口音的地道巴黎腔。法国伯爵的眼睛瞬间亮了，他猛地站起身，用法语惊叹：“我的上帝，您竟然知道这款酒，您还懂葡萄园的土壤成分。”我微微一笑，转头看向日本社长，用一口标准的东京腔日语说：“森田社长，贵商社去年在北海道签下的新能源项目，合同条款里有一条隐藏的汇率对冲陷阱。如果您有兴趣，宴会后我可以给您一份完整的风险评估报告。”森田社长扶了扶金丝眼镜，瞳孔微微收缩，随即站起身，朝我深深鞠了一躬。德国工业巨头用德语问了一句：“这位女士是谁？为什么故事从未提起过您？”我用德语回答：“因为有些人瞎了眼，也蒙了心。”满桌哗然。我端起酒杯，手指轻转，依次用俄语、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、阿拉伯语向每位客商问候、寒暄，点评他们各自领域的最新动向。7种语言在唇齿间随意切换，像7把刀，精准地插进顾家每一个人的心口。我最后用英语总结了一句：“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记住，永远不要凭一个女人的衬衫判断她，你眼前站着的可能是那个握着刀的人。”话音落下，整个宴会厅静了3秒。然后，法国伯爵率先举起酒杯，用生硬的中文喊了一声：“敬这位女士。”7国客商齐刷刷起立，掌声如雷，酒杯相撞的脆响，刺破了顾家所有人最后的体面。顾建国的脸从猪肝色变成死灰，赵淑芬张着嘴，爱马仕包啪地掉在地上，口红糊到了下巴。顾瑶像被人抽了骨头，瘫坐在椅子上。顾衍站在原地，眼神从漠然变成错愕，又从错愕变成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惊恐。我侧过头看向他们，嘴角弯起一个很轻的弧度。“妈，您不是说我只会端茶倒水吗？”赵淑芬嘴唇哆嗦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把酒杯放在桌上，转身朝门口走去。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，一下一下，像倒计时的钟。顾衍终于慌了，他冲过来想抓我的手腕，念念，你等等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顾衍，我的声音很轻，却像冰锥一样扎进他耳朵里。3年前，你把我从乡下带出来时，我就告诉过你，别让任何人踩在我头上，你忘了？不，念念，今晚只是开始。我推开宴会厅的大门，外面的风灌进来，吹得我就衬衫猎猎作响。身后七国客商还在鼓掌，那掌声像海啸，把顾家的脸面冲得寸草不生。我知道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我的另一个名字，苏念，国际商界最神秘的名字，七国财团背后共同的操盘手。而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3年。第2章，3年前的雨。3年前，我不是什么国际商界的神秘操盘手，我只是江南水乡一个叫苏家村的地方，一个被竹篓、采茶叶，在田埂上疯跑的野丫头。那年春天，雨下得没完没了，我在村口那条被洪水冲断的小路上，发现了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。他穿着昂贵的西装，手腕上戴着一块百达翡丽，却倒在泥泞里，像一条被遗弃的狗。我把他拖回了家，村里人都说我傻，捡个来路不明的男人，不怕惹祸，可我还是守了他3天3夜，用草药给他敷伤口，用米汤一口一口喂他。他醒来的第一句话是：你是谁？我说：我叫苏念，这是我家。他失忆了，除了一个顾字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我照顾了他2个月，他帮我割稻子，我教他唱山歌，他会在傍晚的竹林里喊我的名字，声音清亮的像竹叶上的雨滴。我爱上了他，没有道理，也没有退路。第3个月，一群人开着黑色轿车找到了村里，他们叫他顾少爷。他恢复了记忆，想起了自己是顾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想起了自己是怎么在商业谈判后被人下黑手，车翻进山沟。他走的那天，拉着我的手说：念念，跟我回 A 市，我要娶你。我看着他干干净净的脸，突然觉得他像一场我抓不住的雨。你会让我受委屈吗？我问。他握紧我的手，不会，有我在，没人敢。我信了。我把父母的遗物锁进箱子，背着一个磨破了的布包，跟他走出了苏家村。走的那天，全村人都来送我。村里最年长的阿婆拉着我的手，用只有我们2个能听见的声音说：念念，你身上的东西藏不住，早晚有一天你要回来拿。我当时没听懂，后来我才明白，阿婆说的是我父母留给我的那份苏氏国际的秘密资产，以及我用15年时间学成的7国语言、金融操盘、法律风险控制、国际谈判。那些东西在我遇到顾衍之前就已经刻进了我的骨头里。只是为了他，我选择装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女人。我以为爱一个人是藏起自己的光芒，做他身后的影子。可我错了。错的不是我爱他，错的是我高估了人性。第3章，顾家的规矩。初到顾家的第1天，我就被上了一课。顾家的别墅坐落在 A 市最贵的半山别墅区，车开进去要过3道门禁。我拎着那个磨破的布包，站在挑高10米的大厅里，像一粒误入水晶宫的灰尘。赵淑芬坐在欧式沙发上，
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那一眼里全是毫不掩饰的鄙夷。乡下姑娘，他冷哼一声，顾衍，你这是什么眼光？满 A 市的名媛，不要带回来个种地的。顾衍当时还护着我，妈，念念救了我的命，救命之恩拿钱还就是了，哪用得着娶进门？赵淑芬站起身，手指点着我的额头，我告诉你，进了顾家的门，就要守顾家的规矩。第一，顾家的家宴、晚宴、商务场合，你没资格出席，除非我让你去端茶倒水。第二，顾家的钱，你一分都别想碰。第三，别想着母凭子贵，顾家的孙子不可能从你肚子里出来。我握着布包带子的手紧了紧，没说话。顾瑶从楼上走下来，穿着粉色真丝睡衣，手里拿着一只苹果，咬了一口，笑着问：妈，这就是我哥带回来的那个村姑，长得还挺白净的，就是这一身衣服，怕是连我家保姆都不如。赵淑芬瞥了顾瑶一眼，笑着说：别这么说你嫂子，去让刘妈给她安排个房间，就楼下杂物间旁边那个吧，离厨房近，也方便她干活。顾衍脸色变了，妈，念念是我妻子，她住杂物间像什么话？赵淑芬脸色一沉，怎么，你还要为了她跟你妈顶嘴？顾衍，你可想好了，顾氏集团现在是谁在撑着？你爸这几天还在医院，你要是翅膀硬了，就搬出去，我看你离了顾家，拿什么养你这个乡下老婆？顾衍不说话了，他低头避开我的目光，拳头攥得死死的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像被浇了一盆冷水，但我还是告诉自己，他只是暂时没站稳脚跟，等他接手顾氏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可我错了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顾衍在赵淑芬的教导下，变得越来越不像那个在竹林里喊我名字的男人。他开始不回家，偶尔回来也是满身酒气，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淡，越来越冷。有一回他喝多了，抱着一只水晶烟灰缸，摇摇晃晃地说：念念，我怎么就娶了你呢？满 A 市的女人都能帮我，就你只会做饭。我站在楼梯口，手里端着一碗醒酒汤，心像被那只烟灰缸砸成了碎片。原来爱是会过期的，尤其是在一个男人重新回到他的名利场之后。第4章，顾家的算盘。顾氏集团表面光鲜，内里早已千疮百孔。公公顾建国是个只懂吃喝玩乐的草包，这些年全靠祖上留的那点家底和几个老臣撑着。顾衍接手后，急于用一场漂亮的国际合作来证明自己，好彻底拿下董事会的控制权。7国考察团就是顾衍翻身的机会。为了这个机会，顾家上上下下准备了3个月，顾瑶专门请了3个外语家教，每天在家背单词。顾衍更是把7国客商的资料研究了个遍，赵淑芬则忙着采购、布置、安排座位，恨不得把顾家100年基业都摆给人家看。而我被他们当成了最上不了台面的那件家具。宴会前一天，赵淑芬把一叠衣服扔到我房间地上，是顾瑶不要的旧裙子。明天晚宴，你换上这个，后厨人手不够，你去帮忙。她叉着腰，居高临下，记住了，别往主厅去，别跟客人说话，别给我们顾家丢脸。妈，我明天。你明天没资格说不。赵淑芬打断我，顾家养了你3年，供你吃，供你穿，你总得做点事吧？怎么还想着当少奶奶，也不照照镜子，你配吗？
我看着他那张因为刻薄而扭曲的脸，突然笑了。好，我去。赵淑芬被我笑得一愣，冷哼一声走了。顾妍晚上回来，把明天要穿的衣服扔在沙发上，没看我一眼。我坐在窗边，看着城市的灯火，突然想起今天下午接到的那个电话。苏总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七国考察团里有4位是您的老朋友，他们问明天晚宴上需要配合您吗？我摩挲着手机屏幕，轻声说，不用，我自己的账自己打。第5章，宴会之后。从云顶旋转餐厅出来，我没有回顾家，我打了一辆车，去了市中心一栋不起眼的写字楼。写字楼顶层挂着念远国际4个字，那是我的公司，全球27家子公司，掌控着7国之间超过1000亿的资金流。秘书小杨迎上来，苏总，今晚宴会上的视频已经被人传出去了，现在全网都在问那个7国语言撕碎顾家的女人是谁，顾家那边已经炸了锅，顾建国打了30多个电话。顾衍，我摆摆手，打断他，先不急。我推开办公室的门，走到落地窗前， A 市的夜景像一张被揉碎的金箔铺在脚下。我忽然想起3年前那个雨夜，顾衍醒过来时看我的眼神，那么干净，那么温柔。可惜人都是会变的。手机响了起来，屏幕上跳动着顾衍2个字。我按了接听，没说话。念念，你在哪里？我去接你。顾衍的声音又急又慌，今晚的事是我不对，你先回来好不好？我们好好谈谈。谈什么？我轻笑一声，谈你妈怎么把我推出去陪客，谈你妹妹怎么让我唱歌助兴，还是谈你？顾衍，3年了，你连一句别欺负她都没为我说过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念念，我有苦衷，我妈她……顾衍，我打断他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好奇，我为什么会7国语言？为什么会认识那些客商？为什么会说那些话？是，你告诉我，你不是乡下。我是。我笑得更深了，我是乡下人，可我这个乡下人，从15岁起就比你见过的所有人都懂什么叫商业，什么叫人性，你们顾家不配。顾衍急了，念念，我们是夫妻，你不能。很快就不是了，我轻声说。顾衍，准备收我的离婚律师函吧。我挂了电话，关了机。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墨，我抬手轻轻按在玻璃上，指尖冰凉。3年前，我带着一个布包走进顾家，3年后，我要让他们跪着把我请出去。第6章，顾家的反应。顾家那一夜之后，像被捅了的马蜂窝。第2天一早，赵淑芬就带着顾瑶闯到了顾衍的办公室。顾建国因为受了刺激，血压飙到180，被送进了医院。顾衍，你那个乡下老婆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赵淑芬把报纸摔在桌上，头版头条正是昨晚晚宴的照片。我举着酒杯，7国客商起立鼓掌，而顾家其他人脸色像死了爹妈。我不知道。顾衍坐在真皮转椅里，烟灰缸里堆满烟头，他真不知道，他花了3年时间，以为自己娶了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结果对方一张口就换着7国语言，把晚宴变成了自己的主场。这种巨大的反差，像有人把他的脸按在地上摩擦。不知道，她是你老婆，你会不知道？赵淑芬拍着桌子，我早就说过，乡下女人不简单，现在好了，顾家的脸都丢尽了。顾瑶冷着脸，
哥，他昨天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们瞎了眼，蒙了心，这哪是顾家的儿媳妇，这分明是仇人。顾衍狠狠吸了一口烟，我会查清楚，不管他是谁，进了顾家的门，就别想轻易出去。可话还没说完，顾衍的手机就响了，是顾家私人律师打来的。顾先生，刚收到苏念女士通过律师事务所发来的离婚协议和财产分割意见。顾衍心里一沉，他说什么？苏念女士提出离婚可以，但她要顾氏集团32%的股份。顾衍腾地站起来，脸色煞白，他疯了。顾氏32%的股份，他凭什么？顾先生说漏了一件事，律师的声音有些微妙。3年前，您遭遇车祸失忆期间，曾与苏念女士签过一份风险共担协议，协议里白纸黑字写着，若日后婚姻存续期间，顾氏集团发生重大经营风险，苏念女士有权无条件获得顾氏32%的股权，作为其个人财产。顾衍愣住了，他失忆那段时间的事，他记得模模糊糊，他只记得自己确实签过一些什么，但具体内容早就忘了。什么协议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协议上还有您的亲笔签名和手印，如果走法律程序，这份协议100%有效。顾衍瘫坐在椅子上，手指插入发间，脑袋嗡嗡作响。赵淑芬还在旁边尖叫，什么股份？他一个乡下来的，想抢我们顾家的股份？做梦！顾衍，你赶紧给我回来，把那个女人赶出去。顾衍突然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3年前就挖好的坑里，而挖坑的那个人是他当初以为最单纯、最无害的乡下女孩。第7章，林薇薇登场。顾家还没从晚宴的余波里缓过神，另一个人踩着点回国了。林薇薇，顾衍的初恋 ，A 市前首富林家的千金。3年前，顾衍出事后，林家因为一场商业丑闻举家迁往海外。顾衍恢复记忆后，曾经找过他，但林薇薇已经订了婚。现在，林薇薇离了婚，回国了。她是赵淑芬心目中的完美儿媳人选，名门出身，留美硕士，会3国外语，举止优雅，家世显赫。当年若不是林家突然出事，顾衍娶的应该是她。林薇薇回国当晚，赵淑芬特意在顾家老宅设宴为她接风。顾衍去了，顾瑶去了，连刚出院的顾建国都拄着拐杖出来了。只有我一个人坐在杂物间里，听着楼上传来杯盏、碰撞和欢声笑语。刘妈推门进来，手里端着一盘冷掉的菜。少奶奶，太太说让您把明天宴客要用的银器擦一擦。我看了她一眼，没说话，起身接过毛巾。楼上，林薇薇正靠在顾衍身边，笑得温柔又得体。顾衍，我听说你结婚了，怎么不带来见见？顾衍脸色一僵，他今天身体不舒服。哦，林薇薇眨了眨眼，没追问，但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笑意，比任何嘲讽都刺人。赵淑芬立刻接话，什么身体不舒服，就是上不得台面。薇薇，你可别介意，他一个乡下人，懂什么呀？哪像你，要相貌有相貌，要学历有学历，要家世有家世。我们顾衍当初就是太年轻，才会。妈，顾衍皱眉打断。赵淑芬哼了一声，没再说下去。林薇薇端着一杯红酒，轻轻晃了晃，笑着看向顾衍。顾衍，你妈妈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有些差距不是靠感情就能弥补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现在还有机会。
他这话说得极轻，却像一根针，稳稳地扎进了顾衍心里。那天晚上，顾衍喝多了，林微微扶着他上楼，经过走廊时，正好撞见我从杂物间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块擦银布。四目相对，林微微上下打量我一眼，嘴角弯起一个胜利者的弧度。你就是苏念，久仰，听说你昨晚在晚宴上大出风头，7国语言，好厉害。不过有些场合，女人太抢风头不是好事，男人喜欢的是温柔、懂事、能带出去的女人。我看着他，笑了笑，那你得问顾衍，他喜不喜欢我昨晚的样子。林微微脸色微变，搂着顾衍的手收紧了几分，顾衍醉得迷迷糊糊，嘴里嘟囔着微微2个字。我擦过他们身边，头也不回地下了楼。心口有点疼，但更多的是清醒。顾衍，你连喝醉了叫的都是他的名字，那我这3年到底在坚持什么？第8章，顾家的算盘与我的棋。林微微回国的消息很快传遍了 A 市上流圈，不少人私下议论，顾家真正的少奶奶要被换掉了。赵淑芬更是3天2头带着林微微出席各种场合，明里暗里说这是他家未来的儿媳妇。顾衍没有阻止，他甚至在一次采访中被记者问及婚姻状况时，含糊其辞地说了一句，最近在办一些手续。记者追问，是离婚吗？顾衍没有否认。那篇报道传到我这里时，我正在开跨国视频会议，秘书小杨把手机递到我面前，眼神小心翼翼。我扫了一眼标题，笑了。苏总，要不要我们出面？不用。我关掉会议界面，站起身走到窗边。他们以为主动权在顾家手里，可他们忘了，顾氏这艘破船是我在底下凿的洞，只要我收网，别说林微微，就是10个林家也救不了。小杨欲言又止，那顾家那边催您办离婚手续，您看。等他们自己来找我。我转过身，嘴角勾起一抹冷意，我要让顾衍跪在雨里求我。我的父母当年就是被顾建国和赵淑芬联手逼死的。这个秘密，3年前我从阿婆手里接过那个铁盒子时才知道，顾家以为我只是个无依无靠的乡下女孩，却不知道我就是当年被他们害得家破人亡的苏家遗孤。苏氏国际曾是我父母一手创立，顾建国趁我父亲重病，伪造合同，买通高管，把苏家的核心资产吞并成了顾氏集团。我父母气愤交加，双双离世。我才5岁，被阿婆带回乡下养大。15岁那年，阿婆把真相告诉了我。从那天起，我活着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让顾家血债血偿。嫁给顾衍是我计划里最冒险的一步。我本想在婚后直接动手，可我发现自己爱上了他，于是我给了自己3年时间，也给了他3年机会。我以为他至少会站在我这边一次，可是没有。他看着我被他母亲羞辱，看着我被他妹妹嘲笑，看着我在顾家像条狗一样活着，连一句够了都没有。既然如此，那顾家的债就一起算吧。第9章，婆婆上门。2天后，赵淑芬亲自找到了我的公司。当然，她不知道念远国际是我的，她只是通过私家侦探查到我最近经常出入这栋写字楼，以为我在这里找了份普通工作。她带着2个保镖，气势汹汹地闯进前台，拍着桌子喊：我找苏念，你告诉她，她婆婆来了。前台小姑娘吓坏了，赶紧打内线给我。
我让他把人带到会客室。赵淑芬推门进来，先是被会客室的装潢震了一下，全套红木家具，墙上挂着名家真迹，但她很快又梗起脖子，摆出那副熟悉的跋扈嘴脸。苏念，你好大的本事啊！进了顾家3年，装得跟小白兔似的，原来背地里还藏着公司，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顾家？我靠在沙发里，端起茶杯，吹了吹浮沫。赵女士，你今天来，该不会是想跟我叙旧吧？少跟我来这套。赵淑芬从包里甩出一份文件，这是律师函，我们顾家同意离婚，但股份的事你想都别想，你一个乡下女人，拿什么证明自己有资格分顾家的财产？赶紧签字，净身出户，否则我让你在 A 市混不下去。我低头看了眼那份所谓的律师函，笑了。赵女士，你大概忘了，这个世上不是只有顾家有律师。我把茶杯放下，慢条斯理地打开平板电脑，调出一段视频。视频是当年顾建国在医院病床前，亲口对病重的我父亲说的那些话。我的父亲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蜡黄，手指颤抖地指着顾建国：你害我，你不得好死。顾建国笑得狰狞：苏老哥，商场如战场，你输了就别怪我心狠。至于你那个女儿，听说也活不长了。那正好，苏家从今天起就彻底消失了。视频到这里，画面一片雪花。赵淑芬的脸瞬间白了，嘴唇哆嗦着：你怎么会有？我怎么会有这个？我笑了，声音轻得像风，因为我是苏正廷的女儿，苏念，苏家的苏。你以为我嫁进顾家是贪图你们那点脏钱？我是来讨债的。赵淑芬踉跄着后退一步，撞翻了身后的椅子。你那个死鬼老爹，当年自己经营不善，关我们家什么事？经营不善？我冷笑，手指在平板上一划，调出第2份文件。这是当年顾建国伪造的股权转让合同，上面他的笔记。我花3年时间做了全套司法鉴定，还有他买通苏氏高管，做假账，转移资产的证据全在我手里。赵淑芬，你以为顾家还能撑多久？赵淑芬彻底瘫坐在地上，浑身发抖。对了，我俯下身，看着他惨白的脸，一字一句：林薇薇家当年为什么突然破产出国？你应该也清楚，他爸爸和你丈夫是同一类人。现在他回来攀顾家这棵高枝，你猜他知道顾家快倒了吗？赵淑芬张着嘴，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。我直起身，走向门口，对秘书说：送客。第10章，顾衍的动摇。顾衍最近的日子不好过，顾氏集团的股价从晚宴那晚开始持续下跌，7国考察团里有4家直接宣布暂停与顾氏的合作，理由是管理层缺乏诚信。法国伯爵更是在公开采访中直言，顾氏集团配不上那位出色的女士。股东们开始闹事，几个老臣联名要求罢免顾衍的总裁职位。顾建国躺在医院里，连电话都不能接。顾衍被逼得没办法，终于来找我了。他站在我公司楼下，淋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，浑身湿透，像个无家可归的野狗。我打着伞走到他面前，低头看着他。念念，我错了。顾衍抬起头，雨水混着眼泪从脸上滑下来。你帮帮我好不好？顾氏不能倒，那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。你爸的心血？我蹲下身和他平视，语气平静的可怕。
你爸的心血是踩着苏家的尸骨建起来的。顾衍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名字苏念原本该是苏氏国际的继承人，可你父亲害死了我父母，把我扔到乡下，让我一个人活了20年。顾衍瞪大了眼睛，像被雷劈中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嫁给你的第一天就知道你是谁，我照顾你3个月，是因为我想看看顾建国的儿子到底长着什么样的心。我笑了一下，可你跟他一样，自私、懦弱、虚伪。你从来没问过我，这3年在顾家过得累不累？你从来没为我说过一句公道话。顾衍，你不配做我苏念的丈夫。顾衍浑身发抖，突然扑过来抱住我的腿。念念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些。我爱你啊，你信我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。我低头看着他，眼神冰冷。你爱的不是我，你爱的是那个能给你撑面子，能帮你谈生意，能让你在爸妈面前抬头的女人。我轻轻挣开他，顾衍，一切太迟了。我转身离开，他还在雨里嘶喊，声音被雨声吞没。我没有回头。第11章，顾家崩塌。3天后，顾氏集团涉嫌商业欺诈、伪造文件、金融违规的举报材料被匿名提交给证监会和司法机关。同时，顾建国被警方从医院带走，罪名是涉嫌职务侵占和伪造金融票证，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。赵淑芬因协助转移资产、行贿，同样被立案调查。顾瑶那些年借助顾氏名义在外面搞的名媛投资，其实是个庞氏骗局，受害人集体报案，顾瑶在机场准备潜逃时被捕。顾氏集团的股价一泻千里，合作伙伴纷纷撤资，银行冻结了顾家所有账户。顾衍一夜之间从顾家太子爷变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。林薇薇比谁跑得都快，她看到新闻后，当天就订了飞往美国的机票。走之前，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声明，说自己与顾家毫无瓜葛，只是普通朋友。真讽刺，前一天她还在顾家老宅里以未来女主人自居，而顾衍，那个曾经高高在上，连一眼都懒得看我的男人，失去了事业、家庭、地位，像一条被抽了脊梁的狗，缩在顾家被封条贴满的别墅外面。1个月后 ，A 市迎来了1年1度的国际商业峰会。这一次，我以念远国际集团 CEO 的身份正式亮相。黑金礼服，7国语言交替翻译，谈笑间敲定了3笔总额超过500亿的跨国合作。站在镁光灯下，我面对全球媒体宣布收购顾氏集团剩余全部资产，并启动重组计划。记者问：苏总，据说您曾经是顾家的儿媳，这是否意味着您的收购带有私人复仇色彩？我微笑，不，我只是替我的父亲拿回本该属于苏家的东西。台下掌声雷动，法国伯爵、日本社长、德国工业巨头、俄罗斯大亨、西班牙女王、意大利教父、沙特投资人、7国客商全部到场为我站台。我知道，这一刻顾家彻底完了，而我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第13章，渣男的下场。顾衍来找我的时候，已经瘦得脱了形。他穿着环卫工人的衣服，站在我公司楼下，被保安拦着，我让保安放他上来。他站在我办公室里，低着头，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，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。念念，哦，不，苏总，
他声音沙哑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给我一条活路？我靠在椅背上，看着他，眼神淡漠。夫妻一场，我笑了。顾衍，你记得你最后一次碰我是什么时候吗？你记得我生日是哪天吗？你记得我最喜欢吃什么吗？他张了张嘴，一句话都答不上来。你不知道。我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。你连我爱不爱你都不在乎，你现在来求我，只是因为你需要钱。顾衍，你跟你爸一样，永远只会从别人身上索取。不，我真的爱你。他语无伦次。我错了，念念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一定。以后，我打断他，声音冷得像冰，没有以后了。顾衍，你名下所有的资产都已经被清算，你母亲因为行贿和转移资产判了12年，你父亲涉嫌故意杀人，这辈子都要在监狱里过。你妹妹的诈骗案，我听说受害者有300多人，她至少要坐20年。至于你涉嫌作伪证，妨碍司法，我已经让律师把证据交给检方了。顾衍脸色惨白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拽着我的裙摆，眼泪鼻涕混在一起。念念，求你了，我是你丈夫啊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慢慢弯下腰，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。狠心？你妈推我出去陪客的时候，你一言不发；你妹当众羞辱我的时候，你视而不见；你在外面搂着林薇薇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是你妻子？我直起身，看向窗外，秋天的阳光透过落地窗，洒了一地。顾衍，3年前我爱过你，可你亲手杀死了那个爱你的苏念。我按下内线，叫保安。顾衍被拖出去的时候，还在嘶喊我的名字，他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，像一条丧家犬的哀嚎。我没有再看他一眼。顾衍入狱3个月后，我回了一趟苏家村。阿婆已经去世了，她的坟就在村后的竹林里，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，旁边是我父母的衣冠冢。我跪在坟前，烧了一叠纸钱。阿婆，我拿回苏家的东西了。我轻声说，顾建国死了，在监狱里心脏病发作，赵淑芬疯了，顾瑶在精神病院，顾衍判了18年，18年后他出来也老了。风吹过竹林，沙沙作响，像阿婆在对我说话。我抬起头，看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峦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阿婆拉着我的手说，念念，你身上的东西藏不住，早晚有一天你要回来拿。我回来了，可我没有家了。起身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，苏总，该回去了，七国代表还在等你。我转过头，是沈继言。他是我父母的养子，大我6岁。父母死后，他被接到沈家，从此和我断了联系。3年前，我回 A 市第一个联系的人就是他。这些年，他一直在暗处帮我，替我查证据，布棋局。我看着他，笑了笑，你总是能找到我。因为我是你哥。他伸手轻轻拂掉我肩上的竹叶，走吧，念念，你的战场不在这里。我点点头，跟着他朝山下走去。阳光穿过竹叶，碎金子一样洒在我们身上。我知道，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3年后，苏氏国际集团已经超越顾氏，成为 A 市乃至整个亚太区最具影响力的跨国企业。我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第2名，第1名是个虚构人物，
大家都说那是某个神秘财团的幕后操盘手，只有我知道，那个神秘人物是我自己。顾衍出狱的那天，我正好在同一个城市出席一场慈善晚宴，他隔着一条马路，远远地看见我。我穿着黑色长裙，挽着沈纪言的手臂，被一群人簇拥着走进酒店。他的头发已经花白，背也驼了，他就那么站在街边，浑浊的眼睛里有后悔，有痛苦，有说不清的复杂。我没有看见他，就算看见了，我也不会回头。晚宴上，有人问我，苏总，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你还会嫁给顾衍吗？我端起香槟，微微一笑，不会。但如果时光真的倒流，我希望我父母没有死，希望我从未被仇恨困住。可惜，这世上没有如果，所以我只能往前走。掌声响起的时候，我抬起头，透过酒店的水晶吊灯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。那个从乡下来的女孩，终于活成了自己的王，而顾家成了我王座下最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。全文完。